高远，脚踏实地。我们来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录制现场，这里曾经成为全球的焦点。这样一个特别的录制现场，和我们开讲的节目还有极为深厚的渊源。很多人都说，我是上过天的人，但是火箭里面是感受不到那种地动山摇般的震撼，真的是非常期待能够来文昌，亲眼来看一次火箭发射。陈东，神舟11号航天员。2016年10月17日7时30分，他与航天员景海鹏驾乘的神舟1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总飞行时间长达33天。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睡觉之前，我都会透过舷窗看一看地球，看一看我的祖国，找找它在哪里。上天的时候你爽了，但是回来之后你却哭了。返回舱外面温度多少呢？大概有1000多度。开伞是比较恐怖的，为什么用这个词恐怖？剧烈的、无规则的晃动，时间我觉得也挺漫长的。这么多年，时间都去哪儿了？答案就在你距离地面的高度上。志存高远，脚踏实地。本期演讲者陈东。迎高考，助未来。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高考智能教育倡导者银鼎教育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萃取植物精华，科学气血双补。感谢熬夜标配的云南白药气血康口服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录制现场。首先，大家听到我的声音，充满了混响和质感。抬头望去，这可能是全世界屋顶最高的一个演播大厅。这个特别的录制现场就是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在开讲节目当中，有好几位嘉宾都和这里有关。毛万标，毛总，大家都熟悉吧？毛总当时在开讲的时候说过一句话，让我非常感慨。他说：“哎呀，上你们一次开讲比我们搞火箭发射还难。”还有一位也是大家应该非常熟悉的胡旭东。胡旭东是当时长征5号发射的时候的01号指挥员。那一次的发射可以说是历经波折，但是最终80后的年轻的航天人顶住了压力，用他们强大的自信，给我们带来了一次完美的发射。如果说之前我说的那几位很好的诠释了什么叫脚踏实地的精神的话，那么这位开讲嘉宾可能更能形象地告诉我们什么叫志存高远。他曾经在2016年在太空生活了33天。我明解放，明白。3、2、1，点火！哇，漂亮，爽不爽？特别漂亮。我说你爽不爽？爽。刚进入太空之后，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还只能看到地球的一部分。感觉刚开始自己的身体都不会控制了，已经分不出该怎么走路、怎么行动。现在已经慢慢适应这种失重的感觉，然后越来越感觉到失重的乐趣了。让我们掌声请出我们今天的这位开讲嘉宾，英雄航天员，神舟11号航天员陈东，有请。
太奇特了吧？这个，因为平时我们的开讲嘉宾都是从前面，独特的方式。您是真的哦，您是从后面。对，再次掌声欢迎陈东，谢谢谢谢。今天您是第一次对，第一次来到文昌。文昌，对，您的神11是在酒泉对，发射中心。对对。到目前为止，好像文昌的发射场还没有承载过载人航天的任务。对，但是据说以后会。我也很期待。对，一位航天员站在和所有的观众一样既熟悉又陌生的一个地方。对，确实是这样。但是回望的又是自己在星空中所经历过的33天。接下来我们把讲台留给航天员陈东，有请陈东为我们开讲。大家好，我是陈东，一名航天员。很多人都说，我是上过天的人，这个应该什么都不怕了。但是今天来到这里，面对这么多护送我上天的人，其实我还是非常的紧张的。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兴奋和激动，因为能来文昌确实是我的一个梦想。我们的发射场很气派，建成时间不长，但我相信呢，今后肯定会承载越来越繁重的发射任务。因为我们的发射场靠近海岸，那我们的火箭运输就更为便捷。那我们舰体直径增大了，那自然而然我们的有效载荷就可以多带一点。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的文昌在祖国的南方，靠近赤道，在火箭发射过程中呀，可以节省更多的燃料。那么第三呢，发射更为安全。所以我们国家今后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深空探测卫星，包括探月都将在这里发射。同样，对于我们载人航天来说，这里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什么？因为你们能够这么近距离地看到火箭腾空而起，地动山摇般的震撼，而我唯一一次是在火箭里面，是感受不到的。所以真的是非常期待有机会能够来文昌，亲眼来看一次火箭发射。不知道大家欢迎不欢迎？好，谢谢，太热情了。今天能和我们的战友同事面对面的交流，我也首先要表达我的敬意吧，因为你们为了我们祖国的航天事业在坚守着自己的岗位，默默付出，是你们的陪伴、托举和守护，让我们飞天，所以我在这里也向你们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吧。很多人都说航天员是熟悉而陌生的，是一个光荣也最危险的职业。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讲我这个航天员的故事。我加入航天大队已经8年了，在这8年当中呢，我们始终是重复着比较单调的生活，永无休止的训练，永无休止的考验。但是在航天大队呢，有这么一句话，就是有一种生活你没有经历过，就不知道其中的艰辛；有一种艰辛你没有体会过，就不知道其中的真谛；有一种真谛你没有拥有过，就不知道其中的快乐。所以，在我们学习训练中，我们去体会着艰辛，体会着快乐，去体会着真谛。那么，经过6年的奋斗，我迎来了我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候，也就是我神舟11号的33天。因为神舟11号33天，具有世界意义。因为它是我国第6次载人发射就实现了在太空驻留30天，而美国、前苏联都是在近地轨道载人飞行20多次以后才开始进行太空驻留。我觉得就是我们的一句话，厉害了我的国。那么33天对于人的一生来说真的是非常短暂。它就像流星一样，唰就一闪而过。但是对于我来说，它就像一颗恒星一样，永远散发着耀眼的光芒，在我的人生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首先是太空的生活吧，飞船入轨之后呢，实际上就是失重了，所以第一个难题就是飘。可能大家觉得就像鸟一样自由的飞翔，你想去哪儿去哪儿，不是非常容易吗？但是刚开始不是，比如说。你想去我的这个左手方向，我可能这边一推，没控制好方向就跑下面去了。
晚上还有难题，就是睡觉。我们在睡眠区里会有一个睡袋，那防止我们飘，我们睡觉是钻在这个睡袋里面。但是睡袋里面并不是把我们完全固定住的，也是在飘着的。我们背是靠不到舱壁的，就是没有在地面上，我们大家睡觉的时候躺在床上这种很踏实的感觉没有。第二是亮，睡觉不让关灯，这个因为我们的所有的设备啊，所有仪器运转的情况，我们下面工作人员进行监控。第三是吵，哎呀，所有设备都开机，这个噪音，嗡嗡嗡，这个不是一只苍蝇，我觉得是一堆苍蝇，啊。然后第四个是热，我们在上面工作生活控制的温度是21度，应该说这个温度是非常非常适宜的一个温度。但是到了晚上，我钻进睡袋要睡觉的时候还是这个温度，这个有点热，可能跟我这个火力比较壮、年轻有关。怎么办？睡觉的时候，我先要戴上耳塞，耳塞外面戴上耳罩，再戴上眼罩，然后钻进睡袋里，把脚露出来，蹬着对面的舱壁，就是找地面睡觉的感觉。那慢慢的呢，就适应了失重。那一旦适应了失重，就真正开始去享受失重。怎么享受？比如我们这个吃东西相互喂食，就是我们拿一个花生米或者拿一个巧克力，你扔给我，我扔给你，我只要站在那里等着它射门就行了。然后我们会拿水袋挤一个水球，你吹给我，我吹给你，吹，哎呀嘴干了，吹不动了，张嘴把这个水球一口吃掉。虽然我们的脸是有点肿，因为我们这个血液向头部聚集，脸是肿的，但是你想想脸肿了怎么样？皱纹就没了，皮肤非常光滑，这个我看上去比现在年轻了很多。我们这次任务名字就是空间实验室任务，所以我们参与了多达38项实验。我们当驾驶员，操控飞船；我们当医生检查自己的身体；我们当修理员去对我们的设备进行维护维修；当饲养员喂小动物；当菜农种菜。我最喜欢的实验就是太空种菜。随着飞行任务时间的不断增长，我们的植物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的。你像植物散发氧气，吸收二氧化碳，它是可以节省资源的。因为我们现在氧气是靠带氧气瓶上去来提供氧气，那么二氧化碳吸收也是靠一种材料来吸附。那么第二个呢，就可以提供新鲜的食物。我们现在吃的什么东西吗？是在地面做好的，然后用袋子包装起来，上面饿的时候呢，把这个袋子拿出来放到加热装置里面加热一下再吃，是没有这种新鲜食物的。今年我看到这么一篇报道，人的排泄物将成为航天员的新食物源。我的天哪！以后去月球、去火星，难道真的要吃这个吗？所以能吃到自己亲手种的这个蔬菜是非常幸福的。所以当看到我们种下去的小种子发芽了，真的是非常非常开心。每天我都去看看有没有长高一点，有没有变绿一点，这个看得我们直流口水。但是我们不能吃，因为要供我们科学家回来要研究。那么现在可以告诉大家，结果表明这9颗生菜都达到了可以直接食用的标准。太可惜了，太后悔了。当时没把它吃掉。所以我们做了很多实验，每一个实验我们都是竭尽自己的全力，要把这个实验做好。33天过得真的是太快了，转眼就到了任务的后半段。因为有一句歌词说得非常好，夜深人静的时候是想家的时候。其实在上面我觉得可能会更想家，因为你离地球离祖国太远了。所以睡觉之前我都会透过舷窗去看一看地球，看一看我的祖国，找找它在哪里。我们大的城市特别好找，因为灯光很亮很密集，一下就知道这个城市的规模大还是小。我特别喜欢看晚上的闪电，在宇宙看地球的闪电，它就是一个小亮点，歘歘歘。因为我们在上面的时候看下面，是感觉没人跟我们打招呼的，但是
你看到这些亮点的时候，就好像地球在跟我们打招呼，在跟我们做鬼脸，所以那时候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你们说地球美不美？真的是太美了。白天，我们地球海水特别的蓝，白云特别的白，这个有打实话。但是这两个颜色在太空格外的醒目，因为地球的背景就是黑漆漆的太空，一望无际，很深邃。但是这两个颜色代表了什么？代表了生机，因为那里是我们人类生活的家园。我在白天也会经常去看飞船的轨迹经过我们祖国的版图上空的时候，西边下面的山川河流，甚至特别小的这种小镇子都看得很清楚，轮廓很清晰。到了中部开始变得模糊，到了东部基本上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所以我回来也经常跟自己说，也跟我周围的人说，地球是家，祖国是母亲，真的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去爱它、保护它、去珍惜它。33天过得很快，那真的要和天宫说再见了。那返回的过程对于我这个航天新兵来讲啊，我觉得是有点惊心动魄啊。我们的轨道舱和返回舱分离之后，我们的返回舱会快速的下坠，在它跟我们大气层摩擦的时候呢，会产生高温。那我们返回舱外面温度多少呢？大概有1000多度，就特别像炼丹炉里面一样，因为外面实在是太热了。但是我们里面温度还是很适宜的。再说开伞，开伞是比较恐怖的。为什么用这个词恐怖？但确实这样啊。首先是伞舱盖，砰一下就打开了，然后我们的伞会被拉出来张开，好比我们要扔一个东西，快速的扔出去之后，你拿根绳去蹬了它一下，然后那个东西肯定就是没有规则的乱晃乱转。我们在返回舱里就是这个感觉，剧烈的无规则的晃动，时间我觉得也挺漫长的，就真的等那个伞开了之后，我们的返回舱才真正的稳定下来。我们对这个感觉真是又爱又恨，恨因为是真的是挺难受的。为什么爱它？因为就这么一下，证明伞开了，我们安全了。然后就是最后一下子了，着陆了。当返回舱舱门打开，我们被抬出舱的时候，看见我们欢呼的人群，看到蓝蓝的天空，呼吸到那么新鲜的空气，一切让我自己觉得非常的格外的兴奋，也格外的激动。任务已经结束了，33天很快。有人会说，陈东，你执行了神舟11号任务，你们明知道航天员这个职业这么危险，难道你们不怕吗？其实我们和大家一样，也是一个普通人，也会害怕。但是在祖国利益面前，我们觉得值得我们用生命去交换。我完成了神舟11号任务，但这也仅仅只是一个开始。习主席在我们完成任务之后呢，接见我们时也说到，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那么我们现在，我们的全体航天员已经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日常训练中，开始备战我们的空间站任务。而我又回到了神舟11号之前的状态，随时准备接受祖国的挑选，去执行更为艰巨的任务，为实现我们中华民族新时代的飞天梦想，向着空间站，向着月球，向着宇宙更高、更远、更深的地方不断起航。谢谢大家。萃取植物精华，科学气血双补，云南白药气血汤口服液，熬夜标配，邀您继续收看开讲了。谢谢各位，请坐，谢谢。我刚才坐在下面的时候，我才发现，跟我上一次在节目里见到你的时候完全没有变化。
演讲最后谜底解开了，我才发现为什么一直保持着这么好的状态。你现在还在训练？一直在训练，对的，就从来没有放松过，没有间断过，对，时刻准备着。陈东在演讲的时候还说呢，说我从来没有在外边看见过火箭的发射，然后还说，哎呀，什么时候我也想到你们这儿来看一次火箭发射。你们应该说，那什么时候我们也想坐进去？多难呐！你想全中国挑选宇航员，那真的那不叫万里挑一了。新一批的宇航员正在选拔当中，所以这个竞争这个激烈的程度是难以想象的。所以为什么他们到现在还要保持坚持的要训练，就是为了让自己的所有的状态在祖国需要的时候，一定要达到最完美的状态。接下来我们共同进入到银鼎教育小纸条全民互动环节。很多观众在你演讲的时候也写了好多小纸条问题，有的问题问的，哎呀，那叫一个文学呀。请问你坐在飞船里，当点火那一瞬间的时候，你的心路历程是怎样？来得及有啥心路历程吗？好难啊！对，几秒钟的时间，是吧？但我估计很多人会问你这样的问题。其实时间非常短，但是那时候就感觉把6年的学习训练也会快速的过一遍，需要用到的东西全部在脑子里过一遍。其实不光是学习训练吧，我觉得，包括我的工作，包括我的生活，因为6年的时间为了这一次任务，所以当在点火那一刻，我唯一的感觉就是我6年来所有的努力付出、辛勤汗水，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就这个感觉。确实，我觉得宇航员的那种对自己职业的这种骄傲，当然航天人都是一样，都是这样。这种骄傲，但是在我们外行人看来，那就是赤裸裸的炫耀。接下来一个问题，今天应该来的都是专业人士啊，但是问的问题都脑洞很大。说我们开车需要驾照，请问开飞船需要考什么照吗？你说这种问题哪像是咱们发射场的工作人员问的？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成为航天之后，要经过也是大概4年的训练，在这4年呢，你要把我们载人航天基础的理论知识、操作技能所有的学一遍，会给你发一个就是证书，就是说明你具备了执行任务的资格。也就是说，基本的门槛迈过了。对，然后后面还要针对每一次的任务进行专项的训练。所以就不会给你一个最终说啊，你执行任务前给你一个证，但是所有的证明和祖国的信任都在之前所有的学习和训练里。但是这位观众，叫宋阳，也是咱们航天发射场的，他最后在提完问题之后写了一句：希望有一天您能够在我们的发射场升空。啊，我觉得这真是我的愿望，我的愿望。这个应该不会是太遥远的事情。陈东正在为了实现你说的这句话，每天还在加紧训练，不敢有半点的松懈，所以希望你们的梦想都能成真。今天我们在现场还有6位青年代表，他们也都带着各自的问题，来吧，蔡志凯。邵老师好，陈东好，您坐过过山车吗？我做过。你觉得这个对他有什么意义吗？工作跟娱乐是2种完全不同的一些东西。我从事的行业是游乐设施的管理工作，那么就像火箭过山车，我们的什么垂直过山车、超级大摆锤，这一些都是跟我有直接的一些关系的。从业这么多年以来，我坐过山车，从刚开始的那种惊慌啊，到现在来讲啊，变成一种常态吧。就像你的这种训练，其实我知道应该还有离心的训练。那么你还记得你第一次训练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受吗？简单跟大家讲讲这个训练吧。为什么要做这个训练？就是在我们上升和返回的时候，会要经历这种过载的环境。那么正常来讲，上升应该是在5个 G， 返回大概在4个 G。那我们平时训练可以训练到8个 G， 那短时间的也可能到9个 G。那么我们做8个 G 什么概念呢？就是自身重量的8倍压在自己身上。那为什么要一下子多了这么多？因为在紧急情况下，应急返回的时候，这个载荷会比较大。
所以我们这个训练呢是按照上限掌握的。那怎么来实现呢？就是通过快速的这种旋转，转得越快，这个计值就越大。什么感受？我觉得跟过山车不一样，比那个难受多了。首先什么感觉啊？胸被压得很疼，扒给你自己压你身上，首先胸疼。呼吸吸气，你吸不到肚子里，只能在这个口腔里面轻轻的呼吸，气儿下不去对，下不去。脸上的肌肉就被往下拉，变形，这样。然后眼皮也往下拉，使劲睁眼睛睁不开。对，实际上使劲睁开，因为我们在上升返回的时候，在承受这些载荷的时候，我们同时还要监控我们的仪表的一些数据，来判断我们的运行状态。所以我们在做这个训练的时候，眼睛是不能闭上的。这么多难受的情况下，你就要克服。时间40秒，可能大家觉得时间很短，但是这40秒实际上，我感觉耗费了我们非常非常大的体力和精力，度秒如年的感觉。对，真的是这样。那其实做完这个训练，我们真的是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实际上40秒钟真的是挑战极限，但是你挑战了你的极限，你得到的结果，最终你能够去执行任务，真的是绽放人生光彩。所以不要怕，不要怕困难，不要怕挑战。为什么陈东在说到这个的时候，我终于能够跟宇航员一起点点头？因为我也进去过，我带着 TFBOYS，他们先做2个 G， 然后做到3个 G， 最后我进去做的4个 G。那你还可以的。4个 G 相当于4个体重的我是120斤的人，相当于那会儿500斤压在我身上。但更可怕的是，那个东西真的是检验年龄的。就你知道，我在外面看他们几个年轻小孩，什么易烊千玺啊、王源啊，在里面做的时候，就是训练局的专家还在说呢，说你看人家小脸儿多紧。我一坐进去，我后来一看，把我吓得，我的脸是，这不是说你能控制得了，就这个肌肉啊，它往后跑。但有一个故事，有个小插曲是，他们这个训练舱里是有一个紧急暂停的按钮，就如果航天员你真的觉得身体不行了，你按那个按钮，它会停，慢慢就停下来，停止，放弃训练任务。但是据说，从航天大队成立到现在，20年间，那个按钮从来没有人用过。所以他们所承受的训练的艰苦可想而知。其实我第一次做过山车，我是被朋友抬上去的。其实，在这个提升的过程中，它需要一个很高的一个点。那么在这一个过程当中，真的就是度秒如年。但下来的时候，其实真的是非常爽。有一个点还是一直存在，就是失重的感觉。因为失重确实在地面非常非常难以模拟。那么，怎么训练呢？我们是做失重飞机。失重飞机就是说，飞机这样拉升，大仰角，然后突然就是让飞机低头，在飞机低头的瞬间，我们人身体就会飘起来。这个时间非常短，非常短，大概在10几秒钟时间。所以我们飞一个架次可能要做30多个抛物线，歘，这是一个，歘一个。所以每一个抛物线就只能体会那么10几秒钟。顶端的对10几秒钟。对，当然我记得刚开始飘起来的时候，我怎么飘起来了？就手就真的是不自觉就想去抓旁边的东西，因为这本能啊，真的是本能。对。最后几个架次就没什么问题了，所以很不容易，真的。下一位，一看您是咱们发射场的工作人员。我是文昌航天发射场供气系统指挥员刘思，欢迎您。供气给火箭加燃料，加燃料一个必须要有的一个配套的一个系统，在我这个系统的上面，也就是归这个动幺指挥员指挥，就像胡旭东他们那个动幺指挥员。对。这2年知道这个小沙老师这个主持了很多这个跟咱们航天相关的这个节目，今天能够在现场见到小沙老师很亲切，另外也见到了咱们的英雄航天员陈东老师，谢谢，感到更加的亲切。谢谢。今天的话题可能听到前面聊的比较多的都是关于陈东老师训练、工作，好像这个关于生活、家庭方面好像不多。
其实我们对家庭来讲呢，可以说一个不称职的父亲，一个不称职的丈夫，一个不称职的儿子，实际上，老人生病也没办法陪老人去看个病，也不能陪在身边。我也曾经听说过，执行任务的过程中，父亲在家是把腰摔伤了，结果没敢告诉你。没说，就是他们就已经有这种习惯了，就是家里任何事情，只要是说有可能让陈东分心的，他们都不会跟我讲，就包括孩子生病、老人生病，包括像腰扭了都不会说。所以，确实，我觉得我真的是做的太不够了。就是说，可能别人经常说你如何去平衡工作和家庭，但是对我来说，我从来没有平衡过。我的天平始终是向着工作那一方倾斜的，他们没有任何怨言，就是始终是在默默地支持我。老人说：“你去吧，我们不会给你添任何麻烦。”包括我执行完任务，他们也回来也说：“你还是继续追寻你的梦想，我们依然会继续的义无反顾的去支持你，去让你去执行你的下一次任务，让你的梦想可以走得更远。”向陈东老师致敬。谢谢。最后，既然是到了咱们家里面来了，那么咱们就得热情的招待。好，现在在我旁边坐着有5位同事，他们的岗位、他们的工作跟咱们这个火箭点火发射最后的冲刺阶段密切相关的。好的，陈老师你好，就是我是在任务当中是最后一批彻底人员，主要是为火箭这个就是他们加注系统这些我们提供工作平台。哦，你们去检查这个平台，如果完全打开了，你们才能撤。对，我是航天发射中心塔勤系统操作手高鹏。我是航天发射场装备保障总体负责，我叫王亚。刚才我那同事他的岗位是最后撤离塔架，我是火箭发射后第一个到达塔架的人员。就是火箭是安全的离开了，我们的发射塔架是否安全？平台，我们的平台，包括我们下面的最下面那一层，因为受到这个火焰的高温，看看下面一层是否还正常，是吗？对的。发射完了之后，大家都在仰望星空，但我需要第一时间跑到塔架，确认我们地面设备的状态是否安全，然后周围的环境是否有可燃可疑的危险点。我确认之后，我的同事才可以靠近塔架进行进一步的确认和抢险工作。但那个时候你会很不安全呢，是吧？对，我的岗位也叫敢死队。谢谢。向您致敬。您怎么称呼？薛开创，我是来自测控系统的一位工程师。我们属于那个高速电视测量，就是我们每秒看它千百遍，而且逆光还清晰。您跟我们的摄像老师是一个，它跟那个雷达测控应该是原理是一样的。它是用镜头跟踪是吧？对，我们也跟踪，然后也有一些事后对火箭一些参数的计算。主持人陈东，你们好，我叫董国栋，我负责的内容大概是就像一双眼睛，然后把图像传送给电视机前的千万观众。这些是在整个上升过程中确实是必不可少的，它不光有图像，还有数据来监控我们的轨迹是否是正常的。对。最后一位。小沙老师好，陈东老师好。那么刚才的这几位同事呢，都是托举你飞天的。那么我和我的小伙伴们是，既要托举你飞天，还要陪伴守护你回天。雷达。对，我们是遍布祖国大江南北的雷达。我们单位呢是在西沙群岛。西沙群岛，哇！我叫陈俊环。像就是有一种感触吧，就是说你作为航天员是天上耀眼的明星，但是作为我们绝大部分的航天人，我们都是犹如这个大海里的一朵浪花一样，对吧？默默无闻。即便是我们作为发射场的工作人员，很多人是看不了发射的，但是我们一直在默默地守望着你们。希望你们飞得更高、更远、更安全。谢谢。无论是天上的明星，还是海里的浪花，这份事业给你们提供的是一个广阔无比的平台。所以真的很有幸认识今天来自不同工作岗位的航天人。谢谢。所以我觉得这也更加坚定了我
以后一定有机会再来文昌看一次发射，这样我就对我们大家的这个每一个工作，我就会有直接接触，会有更多的了解。因为这个系统太庞大了，对，真是个他们都在庞大的系统为此做出努力，做出自己的付出，向你们致敬。最后，我代表我们文昌航天发射场这个全体同事们，欢迎陈东老师和咱们的航天员团队早日从咱们的文昌航天发射场腾飞，我们一起面朝大海，仰望星空。好的，好。张晨，我是一名航天爱好者，同时也是一个业余的漫画科普作者。就包括您的这个神舟11号，还有在这个天上的33天，我都是一直在关注的，也是画了这个一系列的漫画。陈东的脸比景海鹏大那么多吗？对，卡通形象。对。所以今天其实我这个问题呢，也是想用漫画来展现的。好。画了一组是咱们从文昌发射的一个画面。就是咱们发射的时候是能看到外面的景色吗？因为您之前也说很期待在文昌去发射，那您觉得在文昌发射会有什么不同吗？除了这个飞船大小？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跟飞船大小确实没关系，但是跟飞船里面坐多少个人有关系啊，因为就是人多了之后，怎么说呢？你会觉得你的战友就在你的身边。这时候你会执行任务的信心会增加，因为在上面执行任务，就我跟金海鹏2个人的时候，确实会有这种孤单的感觉，真的会有。因为尤其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会有这种想祖国、想家人的这种场景。真的要在文昌发射，那就肯定是大火箭、大飞船，那坐的人肯定就不止2个、3个、4个、5个。旅行团，对，举个小旗儿走了啊。那时候这个队伍更加壮大，相应的就是只要在文昌发射，那天上的家肯定也是大的，不可能再小家了。要装这么多人，肯定家也变得很大。所以在那么舒适、那么宽敞的家里工作生活，你想这个心情是非常非常高兴的。所以我觉得跟在文昌发射，跟我们的人数，跟我们在天上这个飞船的空间站的规模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也非常期待能在这里去执行任务。那载人航天与探月工程有什么关系？载人航天工程它是分成3步走，那第一步就是要有人上去，神5已经完成了，后面就是短期驻留、交会对接和这个出舱活动，这个和空间实验、中期驻留。这些我们也完成了。那第3步就是要进行的空间站，这叫我们的载人航天工程。那么探月工程呢也是一样的，比如说先解决问题，我们怎么样才能把这个送到月球轨道，然后怎么样能够落得下去，然后落下去之后还要再起来，然后再回到地球轨道，再回到地球。所以它是有一个前期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我觉得后期它俩就有交融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就可以载人登月了。目前现在这个也在论证阶段，而且我相信啊，就是只要是载人登月，肯定也是在文昌发射。所以当然是这个我的想法，我的梦想啊。因为在神舟11号任务的时候，我就看过月亮，那时候感觉就是比地面看的月亮更大、更清晰。那时候就想过，下一次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去月球上看一看。所以这肯定是我的梦想。这也是中国航天的梦想。对。漫画就拉近了我和航天的这个距离。后来呢是接触了一些科普的东西，然后有机会去酒泉看了这个卫星发射。然后从此以后呢，我就画了很多航天方面的漫画，包括神舟11号，然后包括咱们去年发射的天舟1号，长征5号，我都是画了相关的科普作品的。所以我在想，也许我和你不一定有机会能在此生圆这个航天的梦，但是我在想，也许未来20年之后，站在下一代主持人身边的下一代的年轻的航天员，会在面对观众的时候说：“我是怎么成航天员的呢？是因为我小的时候看了一组漫画。”
那组漫画一下子让我产生了对航天的兴趣。我还记得画漫画的人叫张晨，包括这个孩子可能会说，我们小时候看了一期开讲了，是一个叫陈东的老宇航员给我们讲的，呀，一下子打开了我们的梦想。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觉得我们也算是圆梦了。这真的是我坚持下去的一个理念。谢谢。下一位，李涛，跟你提个抱怨，就是在升C的时候，你们回来那一天，这个所有的这个新闻媒体都说你和金海峰两个人把我的活抢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什么意思？是我们这个开舱门的。哦，对，我知道，我想起来了，我们把他的活抢了，等于你们自己把舱门打开了。按道理来讲，这个工作是他的活。对，别人跟我说，可能认为你是最郁闷的人那一天，然后我当时就说，说实话，不郁闷，看到了航天员回来，能够身体非常健康的把自己的舱门打开，说明我们的技术越来越成熟，航天员的状态越来越好。谢谢。你这个解读的非常精准。我是从神舟1号开始开舱的，对。每一次都是您打开的，对，就是第一次有人把门自己打开。对。作为一名航天工作者来说，咱们祖国的载人航天事业，无人、有人、单人单天、多人多天，到出舱，还有突破中期33天，看到我们的一步步的发展，从我的角度来说，你是见证人。而且你的身份很特别，我突然发现，你是历次执行航天任务的航天员回到地球以后看到的第一个地球人，对吧？这是一打开舱门，你的脸就在这。我也想讲开舱门的事儿吧。其实我们返回舱在着陆过程中，它是有一个和地面有一个夹角的，并不是垂直往下落的。所以我们当时砸下来之后呢，在地面弹跳了几次。我们在飞船里面是怎么样呢？是拿那个安全带固定在座椅上的，我觉得是绑得很紧的，然后双手还要交叉在胸前，这样紧紧地扣着来对抗这种着陆的冲击。但是那一下子，我的手啪一下子就被弹开了，然后脚也被弹起来了。落地之后位置不太好，这个我是大头朝下挂在那儿。哦，就他因为翻滚那个。对。我那个是有一个管子蹬在那儿了，就是有重力了嘛。哦。这个管子是这样吃着劲儿的拉着了，所以我就一直挂着在那儿了。然后景师兄说：“咱们开舱门吧。”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开舱门了吗？他一直倒挂在那儿，很难受。我说我说感觉怎么样？挺好的。你感觉怎么样？我说我也挺好的。然后他说：“那咱们开吧。”然后当时就把舱门打开了，打舱门就往外瞅了一眼，因为那时候还没人，发现那个铁丝网已经拦好了，也就证明你们已经被发现了。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个铁丝网就是我们那个不是落在牧区吗？就是牧民的牧区之间的分界线。哦，人是给牛拉的，你们以为是给牛？对，当时我们说，我天，这么快，我们居然退不到了。出来之后呢，其实当时就是感觉还是腿上没劲儿，就是基本上被抬出来的抬出来之后，让我们去称重，就是看你从上天到返回体重到底减轻了多少。站在秤上我站不住，然后扶着那个就不准了，就只能就全在那儿蹲在那儿，基本上就在那个短时间测了一个重量。这些细节都是我们可能在电视上是很难看到的。最后还是想跟你有个约会，在未来的这个载人航天飞行过程中，空间站任务阶段，我们会平安接你回来。好，一言为定。谢谢。我觉得选您去做开舱门的这个人太有道理了，就很温暖，总是笑容带在脸上。说到这个微笑，当时我们在着陆场这，我还专门练过2天。这个是事实。您对这份工作真的这种尽心尽职，谢谢您，谢谢您。下一位，曾南春。
陈东老师你好，小赵老师你好。我刚才听您分享啊，你这个咱们在培训的时候就有落到地面之后的自助，还有互助，就是和咱们的队友一起。我的问题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一家初创的创业公司，在创业公司里，如果能引入这个竞争机制啊，就会很大的促使这个团队的一个活力爆发出来。那我想问的就是，您和这个金海鹏老师，你俩除了互相还能喂花生米，互相喂水，有没有这个竞争机制在里面？会不会比？生活当中，我们为了寻找一些这个乐趣，比如说搞一些这个比赛。但是我们的工作当中更多的是一种配合，因为我们很多实验是需要我们两个同时来完成。那并不是说我们没有竞争机制，那么竞争机制在哪儿？在我们执行任务之前，因为我们一个航天员队伍是有10几个人的，在执行任务之前，我们就要进行选拔。那谁才能最终去执行任务呢？需要一系列的这个程序考核。那么这时候就是一个竞争机制。所以当每一次航天任务选定了航天员名单公布的那一刹那，就意味着您身边的其他的战友很遗憾地与这次任务失之交臂。但是在公布名单的那一刹那，你说他们会觉得哎呀白练了，你看练那么久，最后不是我上去。对，不会。我前2天我们做《欢乐中国人》的时候，有一个故事。吴杰，吴教员。对，吴教员，他是最老的一批航天员。对。每一次的发射任务，他都是离这个任务最近的一个人，因为从他的综合素质各方面的能力，但是总会有特殊的原因，一些客观的状况，使得他一次又一次和航天任务失之交臂。你说这种竞争应该说是最惨烈的，但是最后他用一句话概括了他所有努力的意义，那就是功成不必在我。但是他们却是成功的每一个部分。您跟吴教官应该也很熟吧？对，他最开始我们来的时候就是我们的航天教员，所以他给我们教我们怎么去这个训练，怎么去学习，让我们我觉得少走了很多弯路。实际上是他在他带领之下，我们才能这么前方没有困难和坎坷，因为他们是一个探路者，他们是第一批，他们探路者把道路铺开了，我们走的路更加宽阔，更加平坦，他们的功劳真是功不可没的。我是特别不想结束今天这样一期开讲，因为我在想，也许人生当中能够进入到发射场，可能这样的机会并不多。但是我又在想，这个地方不是属于开讲的，我们只能短暂地借用这个地方来告诉大家关于航天的故事，关于志存高远、脚踏实地的故事。但是毕竟这个地方最终还是要留给我们的这些航天人们，因为他们手头还有任务，因为在这里还将托起中国未来航天更大的梦想。所以我突然想到，刚才陈东在演讲的时候说过这么一段，说当我们每次看到地球的时候，我们知道地球上是没有人跟我们在打招呼，但是感觉那些闪亮的灯光，那每一个城市都像是地球在向我们发出呼唤。但其实听完我们所有的航天人他们的故事，看到过他们的笑脸之后，我觉得你的判断可能不对。其实每一次当你望向地球，都有无数双眼睛在望向你们，在关注着我，在支持着我。对，志存高远，未来我们一定还会在太空走得越来越高，越来越远。但是无论如何，脚踏实地，我们的根儿，我们航天员的根儿，也是扎根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扎根在所有航天人的心里。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一步一个踏实的脚印，把中国的航天拖到了今天的高度，向你们致敬。也再次用掌声感谢陈东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